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哎呀，国内现在的情况是越来越紧急呀，情况是越来越不容乐观呀。面具人昨天才讲了 LPR 利率普遍上涨的事情，今天又有更蛋疼的消息了，那就是上海全面实施房产税了。不仅如此，全国也要开始实行了，并且呢，中共已经开始明目张胆的耍不要脸了。那这个事儿啊，太可怕了。哎呀，我都不敢想象以后墙内的老百姓要面临什么样的高压生活了，太可怕了。那这个事儿啊，你们要一字一句的仔细听明白我今天的节目。听完了以后呢，你们就应该仔细的考虑考虑自己接下来到底该做什么了。这个事儿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后半段会专门抽时间来说啊。先来给大家快播一则新闻啊，给大家来补补政治脑。咱们很多人还处于爬虫脑的阶段，你不信，听我接下来讲这个新闻。川普大爷呀，川普大神呀，真的是牛逼呀！继川普成立了前总统办公室之后，川普又搞了一个后白宫办公室，或者是新白宫办公室。这看起来川普是要把革命进行到底了。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据2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前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建立了一个后白宫办公室，英文名字叫做 Post White House Office。 报道称，他设立办公室的目的是为了维持 Be Best， 也就是说做最好的一个倡议。这个 Be Best 跟川普的儿媳妇喊的那个口号是一样的啊。Ladies and gentlemen, leaders and fighters for freedom and liberty and the American dream,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面具人再告诉你们一个秘密，那就是川普的儿媳妇比梅拉尼亚还要大3岁呢。这个事儿是真的，不信你们自己去查。在担任第一夫人期间啊，梅拉尼亚还有川普的儿媳妇一直积极的推广 Be Best 这个项目。那这个项目主要聚焦于儿童的福利、社交媒体以及阿片类药物等方面。那这个后白宫办公室成立了以后呢，规格可是一点都不比白宫低。后白宫办公室保留了华盛顿工作人员中的3个人，用以维持他的成为最佳，也就是 Be Best 的儿童计划。这其中包括海莉·德安托诺，这个人曾经担任第一夫人的运营总监和旅行主管有4年。他在新白宫将担任川普的参谋长。东裔员工助理玛丽·凯西·芬泽将担任行政和运营职务。众议院志愿者高级顾问马西亚·凯利也将加入团队。现在川普已经在经营的就是一个小美国呀，你看，前总统办公室、后白宫办公室或者说是新白宫办公室嘛。哎呀，妥妥的就是一个小国家嘛。共和党领袖麦卡锡也已经成功的给川普收编了。那共和党现在可以说完完全全就已经是川普的粉丝团了。然后呢，川普这个前总统办公室加后白宫的办公室会给美国老百姓以无限的幻想的。美国老百姓是很爱幻想的。川普现在要走的路线已经很明显了，就是重回白宫。现在的川普可以说就是画地为王。现在民主党拿川普还真的没办法，想要弹劾，那共和党这边肯定是不会配合的。共和党的领袖麦卡锡也已经全面的倒向川普了，对吧？并且呢，现在川普比共和党强，明白没？川普的影响力比共和党的影响力要强，所以是共和党离不开川普。所以呢，这个共和党的领袖麦卡锡也不得不向川普低头。那共和党这边就更不用说了共和党离了川普就可能亡党了。
所以呢，你看共和党前有狼后有虎的，那很多网友会想，共和党可以选择壮士断腕呀，自己重新捧一个新的领袖出来，共和党重整旗鼓，对不对？那也有人会想啊，共和党他继续煽动民粹阴谋论啊，借着川普稳定自己的半壁江山，这都是出路，对吧？但是呢，稳妥起见，麦卡锡呀，包括共和党内的一些大佬，毫无疑问的选择了后者，继续支持川普，煽动民粹，煽动阴谋论，用这些民粹的铁杆选票稳定自己的半壁江山，对不对？现在没办法，你知道吗？那现在弹劾川普，你必须要民主党和共和党两个党的多数议员的票同意才能弹劾。那现在共和党已经全面投降了，所以说川普弹劾那是没戏的了，对不对？昨天面具人不是谈到了麦卡锡亲自登门拜访川普总统吗？本来在1月6号国会山骚乱之后呀，麦卡锡还是谴责川普的。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位共和党领袖就发现了，失去了川普的共和党人气是急速下跌的。川普的拯救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发布了麦卡锡和川普会谈的一些声明，川普已经暂时搁置成立一个新的政党的想法了。大家要记住啊，倒不是说川普没能力成立新党，而是川普完完全全没必要成立新党。现在是共和党离不开川普，共和党完完全全的沦为了川普的看门狗了。为啥？因为川普一离开，共和党就死了，所有的这些铁杆粉丝都在川普手中呢，明白了吗？你把川普毁了，就等于把自己的票仓毁了，懂了没？所以川普就没必要再干脱裤子放屁的事儿，成立新党嘛，对不对？他们发表的这个声明称，川普和麦卡锡重点讨论共和党在2020年中期选举夺回众议院选票的这一目标。川普同意与麦卡锡一同努力，帮助共和党拿下2022的参众两院，让他们成为多数党。川普称麦卡锡为 Mike Kevin， 这个是非常亲密的称号啊 ，Mike Kevin。麦卡锡也发表声明说，今天川普总统承诺在2022年帮助共和党人赢得控制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选举的机会。川普总统受欢迎的程度从未像这样强大，他比任何时候任何一次的决定都重要。麦卡锡还严厉地批评民主党人说，弹劾一位现在只是普通公民的总统，那这是一个非常不道德的行为。哎呀，面具人，我觉得麦卡锡这个人真的是滑呀。麦卡锡可以说是风神了，这风往哪儿吹，麦卡锡就往哪儿倒。那说到这儿了，面具人就要开始啪啪啪啪啪的打一些狂热粉的脸了啊。其实不管是挺拜登还是挺川普啊，大家仔细观察这些人，他们非常怪异的地方就是他们不管是挺拜登还是挺川普，他们的行为模式、思维模式没有多大的差别，只是阵营不一样，无非就是厉害了我的川普，或者是厉害了我的拜登。那挺拜登的，那就是拜登说啥都是对的；那挺川普的，那就是川普说啥都是对的。我支持拜登，弹劾川普就一定能成。那些反川华人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一样啊，认为川普一定是被弹劾的。当时面具人我就认为弹劾川普的希望是不大的，而且呢，我认为弹劾川普未必对美国民族团结有利。那挺川普的人呢，就认为川普说啥都是对的，川普天天放大招了，川普断电了，川普控制军队了。你们看看，其实这两类人啊没啥区别啊，无非就是极端支持川普或者是极端支持拜登。通过这种现象啊，就可以看出来，其实我们华人的思维能力啊，我认为还没有能够达到去分析政治的高度，或者说是水准。咱们华人的思维还是停留在那个
大家小时候在楼底下后院里面和小朋友玩过家家，你玩过没？就是那种思维。哎，非黑即白，你是爸爸，我是儿子，他是妈妈，你打我，我打你。脑子里面只有牛逼和傻逼。其实你们不知道吗？就是事物的发展，在咱们华人的脑子里面，好像就是线性的。每个事物的可能性就只有一种必然的结果，每个事情就只有一种可能性。你们知道这代表什么不？这就代表思维能力低下。有科学家做过实验，在一个陷阱里面放着一些食物，让各种动物来取食，比较低级的爬虫类全部都陷入到了陷阱中。那聪明的鸟类，比如乌鸦，会用棍子把食物挑出来。那更聪明的黑猩猩则有更多的玩法，比如用棍子、绳子、石头，甚至直接把陷阱破坏掉、拆掉。也就是说，越高级的生物，越是聪明的生物，对待问题的时候，它越是会有更多的观点，从而产生出更多的办法。而我们华人显然就是最低级的爬虫脑，碰到陷阱和骗局，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被捕获进去。也就是说，咱们这种爬虫脑啊，离政治脑那差距还是太远了。这就是为什么网上包括现实生活中啊，那么多的骗子猖獗呀，傻子多到了骗子都不够用的地步。面具人，我现在看咱们华人的政论圈啊，就觉得搞笑。看咱们华人的政论频道，感觉就像是在看 WWE 似的，干就对了。大家两边阵营选好，把对面的人给我往死的干，就是这么简单。好，回归主题啊，麦卡锡共和党想要借助川普家族的影响力，帮共和党重新掌握参议院、众议院，重新夺回政权。这个和川普的目标是一致的，大家重新夺回政权。那至少在中期选举之前，共和党会一直保住川普的这个金字招牌。当然了，封神麦卡锡这种顺风而行的骚风格，川普也肯定是能看得出来。川普如果帮麦卡锡夺取了政权以后，那川普最后的下场，那就是川普被卸磨杀驴。共和党那个时候再废掉川普也不迟。政治就是这样的肮脏，充满了算计和阴谋，高收入、高风险、高回报，尔虞我诈。政治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服务的，他们眼里只有权利和利益，为人民服务那只是口号而已。而且呢，川普的谋士团队里面有中国人呀，余茂春嘛，对不对？这是一个中国很厉害的谋士。川普有着这种深厚的宫斗的师傅给他传授经验，那川普肯定也已经看穿这一切了。在这些领导人的位置上面啊，这些人没有傻的，你也不要说习近平傻，你也不要说川普傻，你不能因为你是对立阵营的粉丝，你就把你另外一个阵营的领导人认为是傻子。这世界没有傻人啊，你认为别人傻，那只有你傻，只能代表你傻，知道不？共和党现在啊，正在处于一种没权力、没人气的阶段啊，都是少数党了，也没人气，人气在川普那儿了，对不对？他自然是离不开川普的。如果说你想一下啊，共和党有权利了，他就可以很快的捧出一个比川普强的人，比川普更激情的人，对不对？到那个时候，川普就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所以你看好啊，川普现在啊，他就想安插伊万卡替代卢比奥，并且呢，共和党会在这段时间内积极的吸收所有的民意啊，让川普慢慢的力量削减。同样的，川普也怕这个，川普也会在这段时间啊，更加积极的吸收所有的民意，比如做亲民互动，那这个也是川普最擅长的，对不对？如果说拜登把美国料理不好，在短时间内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那川普就有话把了，就能抓到把柄了。川普就非常有可能不用等到2022就会掀起新的一波浪潮。这个川普做事啊，他就是摸不准猜不透，
咱们也不能按照传统政客的思维去看待川普，你用传统的思维去看川普，你就是找死。所以呢，对于川普啊，就是要脑洞大开。至于这个脑洞能开多大，反正川普的脑洞肯定比我们的脑洞大。总之呢，这个政治脑绝对不是咱们华人的爬虫脑能想的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只有一个选择，一个答案，一个思想，一个领袖。这些思维的劣根性啊，都是华人从小接受独裁教育导致的思维能力低下的体现。明白了没？任何事情没有说它只有一个答案的，任何事情也没有说像咱们华人想的那么绝对的。只有蠢货才能觉得一个事情只有一个选择，一个答案，一个思想，一个领袖，一个目标。任何事情，万事万物都是在变化的。好了，来说今天的主要话题啊，那就是习近平耍不要脸了。昨天面具人讲了 LPR 利率，对吧？其实共产党现在啊，它不止 LPR 利率上调割韭菜，它正在为房产税的施行悄悄的开始瞎搞呢。我标题也说了，王岐山抢你亲妈了，知道不？这个真的是抢你亲妈啊！王岐山、习近平搞的这些治国理政方针啊，真的是要把老百姓的亲妈都给榨干呢。1月28日，共产党的网站上发布了标题名为《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的新规定》，于1月28日起施行。今天是1月29日了啊，那就是已经施行了。这个里面啊，他说房产税的内容变化很多很大，里面明确的写到了要开始征收房产税了。那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点啊，面具人给大家讲解一下。第一，住房套数和面积计算的问题。以居民家庭为单位，在上海范围内所拥有的住房，包括那些即便是没有入住但已经签订了购房合同的住房，如果是2个家庭或者是2个以上的家庭共同拥有的，套数分别计入各家，但是面积按持有份额计算。这话说的怎么就那么绕口呢？意思就是说，虽然你是2个家庭2套房1家1套，但是面积不能超，面积超了还是要收房产税。那面具人我他妈的就想日了王岐山的菊花了。说到了菊花了，面具人就想给大家看看共产党最新上架的菊花检测法，让你们看看被菊花检测了以后会成为什么样子啊！看。继续说正题啊，我房子多，房子少，面积多大多小，这都是你共产党说的算啊！圆的扁的都是你说的算，反正我就是要交税嘛，对吧？我们这些人就只能被你割韭菜了，对吧？如果你原来有一套已经网签的房，但是没办房产证的房子，后来呢又买了一套有房产证的房子，虽然呢你是2个家庭，但是面积超了，你还是要交房产税，对不对？那说回来了，就是这个房产税死活就是避免不了嘛，操你妈的！第二，应纳税额计算的问题。应纳税房产税税额等于新购住房应征税的面积或者是建筑面积乘以新购住房单价乘以 70% 乘以税率。税率是多少不知道，具体看有关部门的通知，反正就是浮动的，因为权力不在人民，收多少钱浮动多少，党说了算，不交你就坐牢，冻结你的数字货币钱包，饿死你。面具人我估摸着啊，这个税出来怎么着1个月也要几百块钱吧。你们光是看 LPR 利息，这个利息啊，仅仅是利息的上调，有些人呢1个月就多了几十甚至上百块，那房产税几百块钱1个月很正常。第三，同住人免税住房面积合并计算的问题。
举个例子，简单的来说啊，就是名字住房面积超了，如果是父母呀、公婆呀有上海户口，并且呢在上海没房，可以申请增加同住人的方式来增加人均的面积啊。如果说你只有一个人啊，你就一个人分担这个房子的面积，那你就要交税。但是你和你老婆的孩子就可以分担一点。那没户口咋办？没户口想办法弄呀。可是问题就来了，上海的户口那么好弄的吗？前段时间杨超越靠卖屁股搞进去了一个上海户口，网上的舆论都搞炸了，大家都不服，对不对？还弄户口呢？这就足以证明上海的户口很难弄嘛，对不对？那上海的户口不好弄，你出个这政策不是等于跟人开玩笑吗？对吧？是不是要嫁到上海才行？捆绑分担的房产税嘛，对不对？嫁过去就好了。那我已经结婚的人没办法嫁了呀。啊，你现在等于说是想把这个税和婚姻绑定，还是说逼你和你的穷老公离婚，找个有钱的老汉帮他避税呢？嘿，哎呀，画面太美丽，面具人都不敢开脑洞了。反正这个消息一出来可不得了啊，微信朋友圈直接炸锅了，大家都陷入到了恐慌，有人甚至都开始计划卖房跑路了。这引起了非常大的舆论反响，老百姓都在骂这个事儿。于是呢，共产党这边又祭出了他的大杀招，那就是和咱们的海外民主大外宣的政治纲领操作方式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删视频删贴，然后呢不承认，打死都不承认嘛。于是呢，我党在今天就开始辟谣了，就有专家出来讲话了，他是这么说的：今天本来要写一篇关于市场研究的内容，但是不得不插播一篇简短说明，因为昨天有人发布了关于所谓上海房产税新规的标题党文章，给很多人造成了误解。特此说明一下，没有新的房产税变化。作为我国迄今2个试点房产税的城市，上海、重庆早在2011年就已经在试点征收房产税了，至今呢也是如此。那就有人会问了，你这2021年1月28日开始执行，这难道不是新规吗？这个专家于是回答，因为早在2011年1月27日，上海就出台了房产税试点征收的办法，当时的文件叫做《上海市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的暂行办法》，并于同年的1月28日开始执行。此次的通知只是对这个当年的办法的相关问题再次进行通知，内容上没有变化。说白了，此次是这个办法的试行10周年的一次再发布。看，党的意思很明确了，就是你们记错了，这个房产税10年前就已经制定好了，只是那个时候党低调，党不说，如今再次发布出来，只是给你们提个醒儿罢了。你们这群杂碎平民别装逼啊，党已经对你们够宽宏大量的了。10年前本就应该找你们收税了，这晚了10年再找你们收税，你们还开始装逼了。这晚了10年，你们还装逼了，想上房揭瓦了是不是？操！上海的房产税试点的征收政策没有变化。再说一遍，关于税率、征收方式、征收的范围、对象等内容完全是延续之前的。那面具人，我就想问一下我伟大的党啊，这个共产党不是号称与时俱进吗？怎么10年前的方案还能原封不动的搬到10年之后的今天来用呢？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呢？过时了没事儿，反正这个文宣机器、舆论机器都在党的手中控制嘛。党想与时俱进就与时俱进，党不想与时俱进就不与时俱进。怎么说都是党有理，圆的扁的都是党说的算，对不对？这个通知啊，对之前的试点的暂行办法各种的这个宣传，不是新型的房产税，只是一个新旧政策的交替。听见了没？党现在又说了是新旧政策的交替。反正就是说党说啥就是对的啊，话语权在他手里，平民屁民你敢发声吗？你发声就抓你，你敢反对吗？
你敢反对，就给你扣一个煽颠罪，把你抓起来，给你扣一个反党叛国的罪，是不是？然后呢，这个专家还指责，哎呀，现在你们都说这个是新的房产税，这和很多发文媒体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这些媒体太不负责任了，用所谓的房产税终于来了之类的标题党想吸引目光，更有甚者以此来分析房产税对接下来的房地产的市场的影响，误导他人。看到这儿啊，面具人我真的知道什么叫做又要当婊子又想立牌坊了。哎，你说这个新房产税也好，旧房产税也罢，中国网络上面发的文章不都是你共产党审核的吗？你共产党允许它能存在于网络上，老百姓才能看到。如果你共产党封杀这种文章，就不可能有人看到嘛，对吧？网络完完全全是你共产党控制的，大数据也完完全全是你共产党控制的啊！怎么让老百姓看到了，你又说啊不是你的锅啊，你又不承认了这个房产税了啊？面具人我真的觉得做人可以如此的下作不要脸，哎，只有共产党以及跟着共产党混的那些拿着共产党狗粮的狗崽子，比如像这些老黑呀、猫神呀，这些造谣煽动美国内战的天天乱七八糟胡说的，然后呢视频一删就不承认了我没说过，我没造谣，对不对？什么玩意儿嘛，操！做人就可以如此的不要脸，并且呢，你说共产党他想收房产税房子多了，房子少了，该怎么收？共产党说的算不但是限制房子的数量，一看这个限制房子的数量好像不太管用，那行，咱们不但要限制房子的数量，还要限制房子的面积。你这明显就是明目张胆的抢钱嘛！啥理由都是你说的，好像你要抢别人，别人看你一眼都不行，别人穿个红衣服，你就要抢他。下一次呢，别人穿个绿衣服，你又说绿衣服我也要抢。下一次别人穿个黄衣服，你说黄衣服我也要抢。这完全没道理的事儿嘛，你就直接说不就对了吗？何必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呢？装什么逼嘛，对不对？来看这张图你们看，这个是共产党推出的新的计划里面的讲解他收房产税征收的方式第一，征收对象是两种人，非上海户籍的居民新购买的住房，上海户籍居民新购买的第二套以及以上住房非上海的户籍的居民新购买的住房没说是第二套，那就是第一套也要收看现在这个割韭菜的范围又变大了，不单是限制住房数量，还要限制住房面积，现在又要限制你的户籍。总之呢，就是你穿黄衣服、绿衣服、白衣服、蓝衣服，我就是要抢你，懂了没？第二，房产税的税率暂定为 0.6%， 听见没？暂定。刚才面具人我也说到了，会涨会跌都有可能当然了，跌的可能性不大，跌是为了刺激一下房地产市场如果说这个市场出现了恐慌性的抛售，它会适当的把这个房产税给你调低一点，稳定市场等老百姓温水煮青蛙回来了以后，它再给你往上涨，懂了没？第三，房产税的计算方法，新购应纳税房屋的购买价格乘以 70% 乘以 0.6%， 等于应交纳的房产税税额。第四，减免政策，非上海户籍的居民在上海办理的居住证达到3年免征房产税，没有达到3年的先交税再达到3年以后再予以退回。看话都是共产党说，那等3年以后，反正你钱已经交了，到时候共产党再出一个什么政策，把你这个钱不给你退回来了，你能咋嘛？对不对？那共产党干这种事儿还干得少。B， 上海户籍的居民即便是新购2套住房，但人均住房面积没有超过60平米的，免征房产税，超过了那就是要交现在是60，以后呢50、40、30，行不行反正话语权在共产党手里。C， 上海户籍居民新购第2套住房的，
在1年内把第一套住房卖出，相当于还是1套房，要先交后退。不管怎么样，你都是先要把钱放到党的口袋里，那至于退不退，怎么退啊？一次性退，还是慢慢的给你退到什么社保里面、工资里面，那就是党说的算了，懂了没？看到这儿啊，你们应该明白了吧？党就是要收你的钱，和你有几套房，房子有多大没关系，和你穿绿衣服、黄衣服、蓝衣服没关系，只是党想当婊子，想立牌坊，给自己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而已。那至于为什么共产党要收房产税啊？看，这房产税会增加老百姓的压力呀。哎，共产党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哎呀，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共产党为什么要收房产税？因为共产党它就是代理人的体制，它就是官僚代理人。说白了，所有的官员职责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人民服务。狗屁！所有的官员的职责只有一个，那就是镇压韭菜、管理韭菜。共产党就是一个带有暴力属性的公司。这个暴力啊，包含了暴力的利润，包含了打人的那个暴力啊。所有的高级官员就相当于代理商，所有的官员就相当于部门经理，明白了吗？高级官员相当于大代理商，然后低级官员相当于部门经理。谁把员工的工作能力调动得好，谁就可以继续干下去，不然呢就换人，换代理商。那至于这些代理商啊，他的权利啊就在他公司之中是最大的，和中国的公司老板是一样的，他可以制定管理规章。代理商怎么花钱，你作为打工的你管不着，你不爽你就别干，你不干有人干。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啊。那说到这儿了，房产税啊，是不是啊？凭什么收？小粉红肯定会为我党洗地的。小粉红会说，哎呀，国外也收房产税呀。那你咋不说国外的房子没有70年产权呢？国外的房子是永久的，子子孙孙都能住下去呀。国外收税怎么了？国外的扫大街的一个月都赚2万多人民币，你中国的扫大街现在一个月赚多少钱？2000多人民币。国外收税怎么了？你咋不说中国如此变态的通货膨胀速度？面具人，我17、18年前下班吃烤肉只要2毛钱一串，我那时候一个月的工资是800多块钱。现在一串烤肉卖到多少钱？2块、3块，甚至有的地方卖5块、6块一串。我20年前吃碗面才多少钱？吃碗面小碗的1块，大碗的1块5。现在一碗面多少钱？小碗的15，大碗的20。仅仅就是不到20年，通货膨胀就膨胀了10几20倍。那你还说70年呢？70年以后啊，70年以后买房还要再次补差价，并且呢是按照70年以后当时的价格来补差价，那这就不敢想象了，懂了没？20年物价都能翻10几20倍，70年你还敢想吗？为何老百姓的压力越来越大？为何老百姓的钱越来越不值钱？那就又要回到刚才说的，中国是官僚代理人机制。以前的官员他能贪个啥？30、50年前的官员他能贪个啥嘛？对吧？村里面多盖几个房子，多买点猪腿吃，买个漂亮衣服，那能值多少钱嘛？可是呢，现在不一样了，有5星级酒店、世界旅游、鸳鸯浴、赌场、网络赌博、名牌香烟。给你们见证一下8500一条的烟是什么样的啊？别这么暴力，厉害！来，就开一包就行。你看，哎，这样补。老板过来。不是，这样的推的，往后推的。啊，这样的。呀，这么牛逼啊！买车买房，买20万的水龙头
而且呢，交通方便了呀，全国各地都能买房呀，全国各地都能藏小三儿买家奴呀。实在不行了，还能出国买房移民，把自己的小三儿二奶桃李满天下呀，桃李满全球呀，对不对？海外置业嘛，海外投资嘛，勾兑嘛。现在的官员贪腐的数字，那都是以前官员的贪腐数字的几万倍，甚至几十万倍。那这些压力谁来承担呢？底层呀，对不对？这些官员越贪，底层的老百姓压力就越大，底层的压力越大，那劳动力也就越大。所以呢，共产党就是靠这种官僚代理人模式来管理自己的韭菜田的。每个人承包一片韭菜田啊，你从这个韭菜田压榨出来多少钱，党拿走一部分，剩下的是你的啊。这所有的人当官啊，他的目的就是当代理，代理了以后，拿下这个品牌了以后就能捞。短短的任期内，官僚集团他只管眼前的捞，知道不？捞了以后出国，哪管他后面洪水滔天呀？以前的贪官还没地儿跑，只能在国内，对吧？也没有什么高档消费。现在呀，能跑的地方可多了，对不对？自己跑不出去，让自己的孩子跑出去也行嘛，是不是？全球各个地方都能跑，谁会考虑什么良性循环啊？谁会考虑什么人人平等、普世价值？这些官员啊，恨不得把这些屁民韭菜往绝户里面捞。屁民的苦日子，看来啊，真的是开始了。人家西方啊，至少还鼓励这些有钱人财阀做慈善。这是一种很好的促进社会良性循环的方式，让聚集起来的财富可以用来平衡一下底层，让所有的人都能多少得到一些好处。这也是西方普世价值观念的一种体现。人家西方做事啊，贪也是贪啊，赚钱也是赚钱，但是人家不把事儿做绝，知道吗？就比如西方捞鱼，这个怀孕的鱼苗它就不捞。但是你看中国捞鱼啊，那就是灭绝性捕捞，管你老鱼小鱼啊，怀孕的鱼全部捞掉，懂了没？中国的这个慈善捐款那就是开玩笑，穷人捐富人，你说能怪谁啊？而且呢，不但穷人捐富人，还有没钱的找骗子算命，结果呢就是越算越没钱啊，越算越没钱。那骗子越来越有钱，那骗子越有钱就越能骗，越有资本骗。这越是没钱的人越不顺，越没钱越要算，就这样形成了一个斯德哥尔摩式的虐待的一个循环体系。什么天下第一项呀，什么算命呀，六爻八卦呀，易经风水呀，养小鬼呀，对不对？你自己贱，你爱算，你怪谁啊？算准了吗？算准川普能赢了吗？算准台湾能活多少年吗？算准习近平死了没？对不对啊？你自己爱找别人割你，那怪不得别人。其实中国这个社会啊，你别说贪官怎么样了，贪官恰恰就是中国的社会体制的基础，它刺激了整个中国社会的稳固和发展。所以呢，这些红色贵族是不会动这些贪官的。比如你是一个生意人，你底下有10几个代理，你会管你的代理啊嫖娼还是赌博还是违法乱纪了啊？只要他能给你持续的创造利益，他能把你的员工管理好啊，至于他个人什么操性，至于他个人什么作风，无所谓。因为你是最终的大老板，你是立法者啊，这个代理商违法不违法也是你说的算的。所以呢，这个代理商不管他个人怎么样，他只要能给你管理好底下的奴才，能给你创造利益就行了嘛，对不？你作为大老板，你也是这么想的啊。你像这个中国的科举考试选拔，他就是把聪明人选出来呀，选出来更能镇压底层的聪明人。这些人呢，因为他是从底层上来的，他就知道底层人的弱点，让这种人加入进来分一杯羹。他一旦是尝到好处了，尝到甜头了，他绝对不想回去过那种贫困的底层日子了。所以呢，他会更加的卖力的，更加的针对于底层弱点的去进行镇压。
因为他之前本身自己就是底层，他知道底层人的弱点。所以呢，聪明人要么加入，要么被杀掉。中共的官僚集权的特色很有意思，我给你们说这么一个现象啊，假设中央有个明君，他想出一个什么样的改革决策，目的是为了减缓割韭菜，让韭菜的生活压力能小一点，慢点割，对吧？免得后面没得割了。但是呢，无论是中央出什么举措，好的举措，坏的举措，这个政策啊，一旦到了地方，无一例外都会成为地方体制内人员对外寻租的大旗，他们会举着黄旗敛财。所以呢，每个改革几乎都无一例外只会表现为韭菜被割得更加狠。那至于政绩啊，就是骗骗乡民，骗骗农民，一路骗到国务院啊，还有那个公务员裁员啊，也很好玩。想精兵简政，减少财政支出，结果呢，减掉的无一例外的都是没关系的底层干活的，有背景的，吃皇粮的，吃干饭的啊，有这个内部渠道的，内部官位的，一个都没有减掉，还是照样的吃皇粮混日子。所以呢，习近平现在是看明白了，去他妈的蛋，改个鸡巴革，反正底层也反不了，干脆就是把人一分为二，只分成主子和奴才，反正奴才也反抗不了。共产党有飞机大炮，你奴才怎么反？对不对？你说外国人也只是关心奴才的劳动力，你能给外国人供上廉价劳动力、廉价商品，人家才不管你什么民主自由言论呢。共产党现在看得很明白了，就是让你们这些官员都给我好好的镇压韭菜，促进韭菜的繁殖，为我们的江山添砖加瓦。现在刚好又有数字货币可以开启上帝模式，那韭菜只会被镇压得更惨。至于什么反贪腐呀、勤兵简政呀，先前连裁员都做不到，更何况是动官员的钱袋子了，反贪腐了。红色贵族不会这么傻的，反腐反的都是不听话的，听话的做事做得好的随便腐败随便贪。房产税也是一样，共产党他也只有收房产税啊，才能刺激韭菜的激情。税收不会收到什么这些官员的头上的啊，谁敢收到官老爷的头上？你敢收王岐山的房产税吗？你敢收习近平的房产税吗？你敢收彭丽媛的房产税吗？不敢吧？你不想活了吗？所以呢，最后这个房产税它到最终还是压力落到了底层的人头上啊，并且呢，房产税、房子还继续会是这些权贵们的套利工具，韭菜们又多了一个税种，仅此而已。再往后呢，基层干部就会蚕食农民的土地，大城市的权贵会拥有越来越多的优质房产。所以呢，习近平能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权贵治理，他设立一个有绝对顶峰、绝对力量的权贵团体，而且呢，这个权贵体系是完全封闭的，不能再加人进来了。所以呢，其他人就必须锁死在底层，其他赚钱的行业呀，比如什么明星呀、当官呀、基建呀，必须是我们的红色基因子弟来干啊！老子玩完，儿子玩，儿子玩完，孙子玩，知道吗？最后呢，再搞土地兼并啊，这个东西也很厉害。共产党吸引了外资以后，就兼并农民的土地，基层的小官员来负责执行，喝点肉汤。权贵们呢，又可以开展出新的产业，又有钱能挥霍了。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党内的这些绝对权贵有多爱习近平了？为啥王岐山天天杀别人亲妈也要保住习近平了不？这整个体制，包括习近平的智囊，就是给这个共产党权贵体系开辟了一个新的大的权贵财富之路。土地兼并，简单的来说就是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所有的土地财富资源都被权贵垄断。习近平呢，来负责对外侵略，把美国干趴下，把欧盟干趴下，吸引外资，把钱都弄进来。然后国内的这些中高官员呢，负责来帮习近平稳固基层啊，那基层再负责稳固底层，大家都赚钱，懂了没？
所有的资源全部都是被这些权贵家族们垄断的。你说他们能反习近平吗？他们爱习近平还爱不过来呢。而且这种垄断在现在这个高科技时代很难打破。你说古代吧，比如明朝实行了白银货币制度，所有的钱呢都被权贵集中在了手里。可是呢，这个权贵也没有什么地方能花了，消费也就是那样了。但是呢，权贵依然贪，导致了老百姓没钱。老百姓没钱以后，消费不起了，市场就迅速贬值。可那是古代，钱没地儿花钱没地儿花还要贪，这只能说人心理变态，就是纯粹的贪。但是呢，时至今日，人的纯粹的贪的心理变态还是没有变但是现在全球化了呀，能花钱的地方多了，全球花钱不怕没钱花，就怕没钱。钱从哪儿来？韭菜的劳动力呀。然后呢，现在干脆钱都不用了，直接用数字货币。那共产党的玩法太多了那面具人，我说了这么多，该轮到你们思考一个问题了。奴隶不可怕，奴才才可怕。那怎样才能算是奴才呢？有2种奴隶可以称得上为奴才。第一种呢，就是心甘情愿当奴隶的奴隶，称得上是奴才。第二种呢，就是不知道自己是奴隶的奴隶，也是奴才。能看面具人节目的几乎没有权贵那就只剩下奴隶和奴才了。那你是哪一种呢？你想清楚了，你才能知道你接下来该怎么办。那你是哪一种呢？你是奴隶还是奴才呢？留言告诉我。